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以及资深两岸媒体人许和谦。运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来看到川普真的跟伊朗搭上线了吗？好，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到伊朗展开的真实承诺4第78轮的军事行动。好，这一次的行动呢，他们是使用了多型的导弹，还有攻击型无人机，对埃拉特还有迪莫纳以及特拉维夫北部等目标去实施打击，同时打击还涉及到了部分的美军基地。那么相关打击呢，由精确制导弹还有无人机去完成的。而且伊朗也声称他们击落了一架美制的卢卡斯无人机。好，不过这架无人机呢，跟其他的无人机比起来呢，是比较便宜的啦。那另外伊朗也称美以多层的防御网络呢，已经崩溃了，说整体的战局已经在扭转了哈。他说，目前美以在西亚地区的多层防御网呢陷入崩溃，武器供应保障系统也遭到了干扰，整体战局发生扭转，有助于伊朗方向的发展下去。而且伊朗不是只有说说而已哦，他也公布了美军基地遭到袭击后的对比照片。好，来看到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里面原本用来防御爱国者导弹的雷达系统呢，是直接被摧毁了。那么沙国海尔济绿洲军事基地的侦察机库还有无人机库，还有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空军官舍还有这些卫星通天的设备、预警雷达，还有基地的通讯预警系统呢，也都完全都瘫痪了哈。那雷达保不住，你要怎么去保接下来的饱和攻击呢？而且川普现在竟然是说美伊过去2天呢，已经进行了对话了。他说美方呢跟伊朗的领导层进行了对话，但不是同伊朗的最高领袖进行对话的。他说这个对话呢就发生在昨天，一直持续到昨天晚上。对话是由这个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还有他的女婿库许纳在伊朗方面一同进行。但是他们谈的对话是谁？对象是谁呢？我们来听一下川普怎么回答的。Speaking with Mr. President. A top person. Don't forget, we've wiped out the leadership phase 1, phase 2, and largely phase 3. But we're dealing with the man who I believe is the most respected and the leader. It's a little tough. We've wiped out everybody. Is that the Supreme Leader? No, not the Supreme Leader. We don't. Well, nobody heard of the second Supreme Leader, the son. 好，这个对话的内容到底是谁呢？现在呢，伊朗的议长呢，他也发文否认是跟美国来进行对话了。为什么他要发文去否认呢？因为这个 Politico 杂志就说呢，川普政府正想要悄悄的考虑把这个伊朗议长呢视为是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甚至是未来的领导人。所以这个事情就严重啦。伊朗的这个议长就赶快发文说否认跟美国对话。但是川普是不是故意想要去离间伊朗最高领导人还有总统跟议长呢？好，那为什么要离间呢？传出这个川普想要去锁定一个谈判的对象，就是想要解决伊朗局势引发的一些市场动荡，还有油价飙升以及通膨忧虑。那么美国官员就透露了说川普希望伊朗的下一任的领导人能够类似这个罗德里格斯在委内瑞拉模式之下去签协议，也就是要复制委内瑞拉模式去换取石油啦哈。好，那现在呢？不过这个我们刚刚知道了，这个伊朗的外长证实了就是外长去跟这个库许纳还有这个总统特使谈的，所以这个议长真的是无辜的嘛。好，那现在川普也还是持续的在警告这个伊朗了。他说呢，这是你们最后一次实现和平的机会了。他说，美方目前正在致力于确定是否能够与伊朗达成一项更广泛的协议，还说这个是伊朗最后一次实现和平的机会了。难道接下来美军就要去攻哈格岛了吗？好，我们请教赖教授。目前还没有看出迹象说这1-2天就会动手，因为部队都还没到嘛要等到27号第一次部队到之后。但是问题就在于说，是不是会攻打这个岛，还是其他的地方，我们还可以讨论。现在我们先注意到的地方是在于
由于美国跟以色列它的防导系统，那经过这3个多礼拜以来啊，以色列的伊朗的不管是采用导弹啊，或者是采用旧型的导弹啊，或者是采用无人机的交替进行，它的这些防导系统消耗的数量很大。所以它已经没有办法再像过去一样建立起一个更加绵密的这套防导系统。即使它从韩国从其他的地方调拨一些就不管是爱国者或者是标准的神盾，或者是这个萨德系统，它基本上来说，我们看到它的防导能力确实是弱的。以色列有多项的这个铁穹跟它的箭矢，也就是高空的拦截系统，它都没有办法打成这个有效的拦截的时候，我们看到伊朗的这种突穿的频率越来越高了，而且造成的战损是一直在扩大。不管是美国的军事基地的战损在扩大，您看到这次公布伊朗所公布的卫星照，也就是从巴林的军事基地，过去是科威特的军事基地，由于美国跟以色列他们是做新闻管制跟新闻封锁，因为它避免影响这个军心士气嘛。那美国跟以色列他们为了避免影响军心士气，对于这个新闻都进行封锁，所以我们都看不到以色列跟美国具体的这个灾损或者是战损的一个情况。但是卫星照你没办法拦只要天气好的时候，那商用卫星都可以把你拍下来，都可以买得到。那现在这些卫星照一直被曝露出来，美国的军事基地被打掉的情况越来越多了，然后照片越来越多，还有以色列的这些城镇被攻击，然后造成的死伤的人数一直在扩大的情形下，这些都瞒不住了。瞒不住了以后，大家才看到说，原来以色列跟美国的损害也不少。过去我们听到最多的都是伊朗怎么惨，怎么被打。现在越来越多听到的就是美国跟以色列怎么被打那这个已经拦不住。那严格上讲，4败俱伤了。其实不只是2败俱伤，为什么？因为不只是美国受伤，伊朗受伤，以色列受伤。现在我们看到是海湾国家的很多的它的民用的，还有就是天然气都受伤嘛，所以是4败都伤。可是美国跟以色列没有达到他要的战争目的，例如说伊朗到今天为止没有屈服，没有投降，也没有要进入谈判，所以这个整个战事在焦灼，已经打了3个多礼拜，而且打到什么时候不知道。那英国的首相认为，可能你还要考虑往后延长了，也就是这是一场长期的冲突。但是又有一个消息说，4月9号美国要停战，说剩下只剩21天，那到底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好，突然间传出来了。因为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川普又再一次的认怂了呢？说他是怂包，因为他又再一次的踏狗。为什么？因为他之前在上个礼拜我们还在讨论他说48小时给你最后通牒，如果你没有开放赫尔木兹海峡，我就对你最大的电厂进行攻击。过了48小时之后，我们在问的时候，他说没有，我们没有要攻击，我们再给伊朗5天，因为我们已经跟他们有接触了。好。这个就是目前来讲，川普的3步走的战略。怎么说3步走的战略？第一个，他第一次的先释放出，那是接受福斯电台的访问。接受福斯电台的访问，他说，因为福斯问说你48小时快到了，你要不要打？他说不打了那这个时间点很有意思这个时间点有学问因为他是在股市开市之前15分钟，开市之后15分钟讲的。可是这个开市之前的时候，突然间有一笔巨大的资金在运转这个6亿多美元突然间在运转。好，这题外话，我们先谈到他第一次讲说，我们两边已经进行谈判了，但是没有指名道姓，只说两边已经进行谈，而且谈判有进展。接着很快的，伊朗的外交部部长马上站出来否认说没有，对，没有进行谈判，一点都没有。好，再过几个小时以后，刚刚您看在上飞机之前，他在被问到，这是他第2次了，他说有，我们有进行谈判了，然后有进展，然后人家问说那是不是小哈梅内伊？他说不是，是跟重要的人士。后来说那美方是谁？库什纳他的女婿跟他的密友中东的特使。后来再提出来说是跟谁呢？跟伊朗的国会的议长。这个讯息第2次他释放出来说，哇，炸锅了嘛！当天一堆新闻都跑出来了。好，到了第3步的时候，他又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我们要采用的，这个时候他采用的是模糊战略了。他说我们可能会采用的是委内瑞拉的模式，也就是说，并不是由海外的流亡的伊朗的人士，包括巴勒维总统的后代啊，我们不是由他来接伊朗的领导人，也不是这个流亡在美国的其他的反对派的领袖进入伊朗成为领导人，而是伊朗内部自己的人。好，目前传出来的那就是国会议长要成为他们的一个领导人。接着第二天就是今天的时候，这个议长出来讲话了，说没有啊，我没跟他讲电话啊。那也就是说，川普他特别利用这一些伊朗的领导人本身彼此之间不能会面，因为他们避免被击杀嘛。采用这种不能会面的时候，他们使用的这种离间分化的手段，让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猜忌。好，不过刚刚这个伊朗的外长就说了啦，确实是得到了这个伊朗最高领导人的许可之后呢，跟美方来进行对话，还说啊，只要美方愿意达成伊朗的要求呢，那双方真的是可以谈的。但是伊朗的要求很高啊，这个美方有可能做到吗？我们请教玉芳委员。这样讲，川普讲的话，没有人会相信。你想想，你一边跟人家谈判，还进行第三轮。你就下手，而且把人家领导阶层杀掉，杀死了这么多，还包括无辜的妇女跟小孩，然后你还沾沾自喜，一点人道精神都没有。所以我讲川普，我公开讲，我是非常看不起这个人的。那你想，他现在在讲话，有人信吗？你说好停止5天动手，他照样炸人家能源设施，炸人家能源设施，而且波及旁边的民宅，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就川普今天玩这一套，我都觉得是2个主要目的。第一个他知道股市真的再不处理会崩盘，他很介意。你想，他们家都在做生意的，对不对？那资金，刚刚原先讲的那个资金的庞大资金的那个进出股市，大家去猜一猜嘛，不是他们家就他们家的朋友嘛，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嘛，对不对？第二个，我是觉得这个就叫欺敌啦。他现在一边派空降部队。一边派这个所谓的海军陆战队，然后呢，目标很可能就是把那个最大的那个就是那个有石油输出最多的那个小岛，可能想要把它拿下来。那个岛大概是20平方公里了，大安区加上信义区再减掉4平方公里，大概就是那个岛嘛，就是20平方公里了。那个岛川普如果真的去占的话，我跟你讲。那还不知道会出现多少美军躺在棺材的这种情形，因为你那么小的岛，而且上面一大堆都是油管炼油的设施、油草这些，你进去了以后，你要2000米的陆战队你进去，他不停地用无人机、不停地用飞弹打你，那距离海岸只有大概25到30公里，这样不停地轰炸，你如果那个岛再大都会被炸掉，尤其你炸到那个石油的设施，它不爆炸，大爆炸才怪呢。所以川普真的敢上这个岛吗？我看他是玩那种这种就是我吓你嘛，我就是摆出这么大姿态，我现在就整个空降部队也有，然后这个陆战队也有啊，就看你要不要下台嘛，然后我是觉得伊朗其实已经整个豁出去了啦。其实我从头到尾没有称赞伊朗，伊朗是很糟糕的一个政权啊，你们夺取了这个国家，你就好好的去建设这个国家嘛，有反对的人士也是很正常的嘛。他把这个摔跤的那个选手，才16岁还是19岁，你把他给处死，同时处死另外2个人，都是这么年轻的生命。你这个时候已经面对着外面强大的打击，你应该要团结国内，结果你下重手处死那些年轻的小孩子。那我请问你这国家？你未来不管怎么走，这国家都走很辛苦。你认为他该不该被推翻？我觉得是应该被推翻了。但是你川普用这种手段处理伊朗的手段，你也没有比人家高明多少，你没有资格跟他讲道德、讲信义、讲什么，你没有资格讲，因为你杀了太多人。你知道伊朗多少人被杀？而且以色列趁这个机会要把黎巴嫩南部几乎要把它吃掉。黎巴嫩南部多少栋的房子被炸掉，死了多少个人？还有伊朗死了多少个人？这加起来都几千人了，这些都是生命啊！我希望拥有这么大权力的美国，要以苍生为念啊，要有人道的精神啊。
不过川普真的有可能复制委内瑞拉模式在伊朗方面吗？我们来请教徐老师。是这个，昨天晚上川普说了这个惊天动地的，过去2天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谈判这个消息之后啊，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回话回的其实蛮有意思的。一方面，当事人被谣传是这个幕后谈判推手的卡利巴夫，就伊朗的议长说没有，我绝对没有谈，而且这个是放出这个消息试图暗杀我的阴谋啊，是为了暗杀我来铺排条件。但是呢，伊朗的外交部就说的很有意思，他说没有谈判啊，我们不承认这个是谈判，但是确实过去几天有一些友好国家来向我们释放了美国主动要结束战争的这个意愿。那后来这个《纽约时报》啊、《华尔街日报》啊，他们大家就去挖新闻嘛，现在就查出来，大概这个中间放风、中间负责传话的友好国家呢，就是埃及、巴基斯坦跟土耳其。大家看到海湾国家、中东国家已经不愿意再摊这场浑水了。之前的阿曼负责协调到谈完还没谈完，战争就开打了。所以海湾国家现在，而且当然海湾国家现在也都被伊朗炸，他们现在对伊朗也有很多的积怨，跟双方的互信是没有了。包括我们看到卡塔尔，他前几天就把伊朗的外交官给驱逐了。那所以埃及跟巴基斯坦还有这个土耳其，他们就在居间传话。那但是啊，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卡利巴夫现在不愿意承认呢？毕竟你来在这种形势下当谈判代表是压力是非常大的。一方面，他不像委内瑞拉的罗德里格兹，他原本是副总统，后来马杜罗被抓走了，他一方面声援马杜罗，要求释放马杜罗夫妇；二方面，他完整的履行了这个由副总统继位成为一个过渡元首，成为一个代理总统的完整的宪法程序。我们看到国防部长跟他一起露面，军方的代表，国会为他举行宣誓的仪式，等于说在委内瑞拉马杜罗留下的旧政权里面，罗德里格兹的暂时接位，以及由罗德里格兹出面去跟这个特朗普政府谈判，是受到剩余的政权分子的认同的。但是我们看到伊朗的形势现在非常的复杂啊，穆杰塔巴这个小哈梅内伊接班之后呢，至今没有露面，有人说他现在还受伤，还没有办法出面。然后呢，拉里贾尼原本被视为几个系统之间的这个互相的这个枢轴，他前几天也被以色列炸掉了，杀死了。那现在我们就看到卡里巴夫好像是目前60几岁这一代人当中呢，比较这个成熟的或比较有权力的，但是他过去也是一个强硬派，现在要来出面为跟这个美国做斡旋跟妥协，如果谈得不好，又被其他的人以穆杰塔巴的名义给出卖了，或是当做一个弃子，或是当做割袍断义的被这个弃车保帅的队长，我想他也不愿意啊，所以后面的局势我想会非常的混沌，甚至很有可能我们不会看到一场公开的谈判，所有的接触可能都会在幕后进行，然后用行动对行动、言语对言语的方式，大家私底下交换一下我们要走的路线图，然后我观察你的行动，你也观察我的行动，然后在没有公开画面、没有握手的情况下，大家慢慢把局势稳控下来。好，现在美国跟伊朗进行了谈判对话，那么以色列呢？国内现在是满目疮痍啦。好，来看到啊，伊朗高层呢说拿到赔偿之前拒绝停战，所以以色列又一个城市遭到了集束弹的袭击。以色列军方表示啊，该国的第3大城市海法附近的内舍尔市遭到了伊朗的集束弹攻击，而且现在呢，以色列媒体呢，终于是获准能够去报道这个内舍尔等地中弹的影片了，但是这些影片看了之后呢，也是让人家心情不是太好的。看到很多的民宅啊，现在都是满目疮痍的状态，零件啊，还有一些这个断垣残壁啊，都四散在地上。那这就现在就是以色列人民的生活，而且伊朗呢也发射了一个无人机，直指着以色列，而且这个弹头上面啊还写上了一行字，这个是这个伊朗革命卫队要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发射的目击者136无人机。好，看到呢，它的弹头上面呢是用这个波斯语写着“我们去特拉维夫吧”，而且还画了一个笑脸。好，那更可怕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伊朗媒体最近曝光了一个地下的飞弹设施。哇塞，有看到一大排的飞弹呢，就放在这里，而且他们还说了，这些很多的飞弹吗？没有啦，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所以伊朗的飞弹有一大堆啊，都还有的射。那么以色列现在防得住吗？来看到啊，以色列的这个防空系统呢是面临了一个崩溃的情况吗？因为啊，这个以色列的大卫弹弓空中拦截系统竟然发生了故障导致有2枚伊朗的
弹道导弹袭击到了南部。好，这个大卫弹弓系统呢，是以色列多层防空系统中的一个关键组成成分哦，它没有办法拦住来自伊朗的弹道飞弹。那以色列最近对大卫弹弓系统也做了一个升级啊，目的就是要考虑到伊朗战争可能是旷日持久，所以呢，要用节省箭式拦截导弹的库存。好，那所以现在要节省库存呐，就导致于很多的飞弹都炸进来了。那现在也已经造成了数十人受伤，那民众也很质疑啊，你们能不能够拦截飞弹呢？甚至都出现了这个警报疲劳的现象，好，都已经对于政府啊，对于军方呢，都不太已经再有信任了。而且呢，以军自己还误射农民哦，导致呢，这个有一名在以色列的农夫呢，在黎巴嫩边境的附近丧生了，这是首位遇害的以色列平民了。好，那刚刚说到了，其实之前以色列的防空系统都被说这个拦截率很高啊，甚至可能高达90%啊，那为什么现在会命中呢？以色列的防空，现在防空的指挥官出来说了，说啊，因为他们的拦截库弹不是无底洞，在发射的时候啊，也必须要考虑到明天的战斗啊，所以面临这种长期的消耗战啊，拦截决策需要成本考量库存，好，所以昂贵的资源要保留给最具战略价值的目标，所以他就选择式的让部分的导弹打进来了哈，而且不只是这个军用的这个导弹，要见底了，还有这个GDP 啊，也已经蒸发了8.6%。来看到以色列本月呢，已经批准修订后的2026国家预算。新增了130亿美元来支应战争开支啊，原本可以望稳定债务占 GDP 的比率，但是随着赤字目标上调，成长预期下修，那么债务 GDP 比率呢就会增加了。但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以色列是杀红了眼，没有打算停战哈。来看到呢，因为川普他锁定4月9号要结束伊朗战争嘛，但是纳坦雅胡就怎么说呢？他说呢，我们的朋友川普通了电话讨论。川普希望透过协议结束与伊朗的战事，强调以色列还是会继续对伊朗还有黎巴嫩发动攻击，甚至啊，他们的极右翼财长也说了，说以色列啊应该要把黎巴嫩的边界扩大至深入该国南部的领土的这个利塔尼河。现在真的是杀红眼了。但是以色列在债务财政，然后还有这个军事导弹情况不足的情况之下，他们真的能够这样子杀下去吗？我们请教赖教授。以色列目前的战损越来越大的情形下的时候，以色列开始管制它的这个防空导弹的使用啊，也就是说，如果以伊朗打过来的导弹或者无人机特别是弹道导弹，如果它的军事价值目标并不高的话，它都不拦截了，就让它落下来。那这样的情况就会造成平民百姓的死亡的人数在增大例如说。昨天南部的2个城市被炸到的时候，造成了死亡的人数，死伤了大概200多人这个代表就是说，以色列一方面有的是追不到了，因为昨天的情况我们看到的就是以色列发现它的箭式高空导弹拦不下来，那突穿了以后伊朗的这个导弹继续再往前走，那最后的末端的铁穹也往上拦截的时候也拦不到2-3枚都在追这枚导弹没追到最后它落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它产生的爆炸炸伤了死伤100多人一枚导弹。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在问说这是什么样的导弹？他们发现它可以高爆就是在空中它爆炸的时候，它产生的集束弹打下来，那造成的死伤更大，甚至有很多车辆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就只被打到了。可是伊朗打这个目的在哪里？因为它距离以色列的核设施就10几公里，不到20公里。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以伊朗这个导弹它的射程来说是可以打到的。那这个就是一种警告的意味了。也就是说，我可以打到你的核设施，我这一次是先不打你。如果你美国跟以色列再打我的核设施，我下次我就打你的核设施了。这个对以色列就会构成很大的压力了，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也发现伊朗使用一种无人机，叫做阿拉什2的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它本身的弹头在高爆的话，它的有效的作战面积可以达到1公里直径，这样的一种造成高杀伤性的这样的一个对平民百姓的杀伤。
那你以色列就面临说你要不要把它拦下来？你不拦，它会造成平民百姓的死亡；你拦了，你的珍贵的导弹就越来越少了。而伊朗的这种无人机，它可以用车辆，作为推射器，也可以用船作为推进器，它非常便宜。这个对以色列来说的话，它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内的损失其实已经越来越扩大，平民百姓的死伤的人数也在增大。那这个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的话，会不会构成压力？当然会。可是以目前来看的话，内塔尼亚胡他所用的将领或是所用的部长都是很鹰派的，所以他的这些内阁还是很团结。但是问题就在于他能不能熬到10月？那您刚刚提到的 GDP 一直出现问题了，它的 GDP 开始下降，呈现负成长，然后它的财政预算越来越紧张。但是问题就在于内塔尼亚胡，他为了他自身的利益，因为他如果选输了，如果这次战争结束了，那他本身在10月份以色列的国会改选，他一旦输了以后，他就进监牢了，因为他已经被法院判定了，所以他寻求总统对他的特赦。以色列总统拒绝，川普也帮他去向以色列总统说项，说可不可以你给他特赦，不要让他进监牢。以色列总统还是拒绝，他说这是贪渎案，法院判决的贪渎案，我怎么可以包庇一个贪渎的总理？那在这情形下，变成内塔尼亚胡一定要打到底，内塔尼亚胡要打到底。可是大家在问一个问题是这样子，是你川普为什么要说4月9号停战？就为什么你要定4月9号？那换言之，你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再打21天。那你川普这21天，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一定有个目的嘛？也就是说，你会定一个4月9号我们来停战。那我这个21天里面，是我们就在进行谈判中，我是不是要继续进行政治任务？也就或者是军事行动。那也就是说，我要在这个谈判过程中边谈我要边打。那我们到底要在这个巴基斯坦来进行谈判的过程里面，你的海军陆战队2个远征军陆续在赶到，现在又说要把82空降旅也要投下去，那也就是说你是不是要打一场地面战了？然后在强化的地面战、更强大的轰炸的过程里面，你要跟伊朗来进行谈判，那我以色列是不是在谈判被排除在外？换言之，也就是说这是美以的战争，美以联手打伊朗。可是看起来是你美国要单独跟伊朗谈判，我以色列是被排除在外。那这样的情形对内塔尼亚胡来说的话，那我就不认账。所以4月9号，即使你们谈出来了，我不认账，我继续打。可是川普会不会说，那你就自己打你自己的，我就不管你了？可是问题是，川普面对于国内的犹太团体的压力，会不会又不同意了？所以我觉得变化还是有的。好，不过这个4月9号的这个停战的这个期限，以色列撑得到那个时候吗？防空库存还有吗？请教林玉芳委员。那个以色列的南部，其中2个城市，其中一个就是那核子设施那个被打。其实伊朗没有用特别的什么高超音速飞弹，没有，它就是一般的弹道飞弹。所以这个为什么没有被拦截下来？这个就是一个以色列飞弹那么好，反飞弹为什么没有拦截下来？可能那位退休的那个以色列那位将军讲的是对的，就是说他有时候要选择一下目标，这样他当然没有想到说他会击中这么要紧要害的地方，因为你想我们刚刚讲 David Sling 那个大卫弹弓10弓那种飞弹，英美大概70万到100万美金，然后那个 Arrow 3那个所谓的剑式的飞弹3型的飞弹，大概250万到300多万。英美真的很可怕，而且你一次要打2枚，基本上打2枚去拦截，所以很可能他们就在那个操作人员可能这个弹子也没那么充分了，所以他大概就低估了那个飞弹的穿透力，所以就没有去发射，然后去拦截它，他让比较次一级的可能像我也不晓得，因为它好几个层次嘛，他没有把真正最好那个什么。Arrow 剑式的3型的飞弹拿出来用嘛，所以这个就是说战争的资源呢是有限的，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人类的战争里面没有一个战争可以打个不停的啦，
你打到一个阶段以后，你的压力就来了。你现在美国压力来了吗？对，你再要2000亿美金来打这个仗，很多穷人会支持你吗？中低收入户这会支持你吗？这些国会议员敢支持你吗？其中选举马上就到了，包括你共和党的那些国会议员，你的选区不是那么安稳的，那你自己要衡量看看人民的反弹是什么。所以就是说，没有那种资源用不完的资源，所以战争一定要停，只是以什么方式停，这个是所有的这个战争的研究者里面最难估计的，就战争会以什么方式来结束，真的猜不出来。那以色列会不会说啊，你美国停我不停，我要继续炸？有可能。两个考量，一个就是说，他觉得我只要把伊朗彻底给打垮，以后中东再也没有人可以挑战我了。第二个，就刚刚岳先讲的。他有贪污的案子在处理。你现在如果你不打仗了，那你大概就是准备坐牢嘛。所以这个就是纳坦雅胡坏就坏在这里。但是我这也要帮犹太人讲一句话，不仅是海外的犹太人，以色列境内很多犹太人对纳坦雅胡这样的大肆杀戮、屠杀、发动战争的作为是不欣赏、是不接受的，是反战的声音在以色列内部。是此起彼落了，而且都上街，都几百人、上千人在那边示威游行的。因为他们的家园都已经被毁灭了，当然是不希望战争继续打下去。我们来请教徐老师。是这个纳坦雅胡纵横这个以色列政坛超过20年啊，在今年10月、11月的大选，真的是落实这个应用台湾的一句话，叫做当选过关，落选被关啊。他面临的重重的司法的压力跟这个司法的起诉是非常沉重的。这也是为什么Trump 从战争开打以来就不断的为纳坦雅胡说项，甚至去威胁以色列的总统。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总统是个虚位元首啊，纳坦雅胡作为总理是真正的掌权人，但是呢，总统可以颁布特赦令，所以他不断的去施压以色列总统说，赶快给纳坦雅胡司法特赦，让他专注于这个战争本身。那我们就看到啊，如果这个是，当然这个以色列总统还是一直扛住啊，虽然以色列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但是以色列总统一直扛住这个压力，毕竟这是一个非常会引起巨大争议的问题。而且如果此例一开，等于说美国可以去通过直接介入司法的方式，在每一个国家去扶持、去帮助他所属于的那个政客。那此例一开，这个天下就大乱了。那么我们也看到，虽然大家在讲从2月28号以来这个战争，大家习惯叫美以伊战争，但其实还有第四方非常这个沉重的受害者会不会拖进场战争的，就是刚刚谈到的黎巴嫩。那黎巴嫩这个国家呢，它其实地缘形势非常的恶劣啊，它的北面跟东边是地区大国叙利亚。那当然，叙利亚过去11年多的内战，也给这个黎巴嫩带来了非常大的浩劫，包括大量的难民都涌入到黎巴嫩。那黎巴嫩的南部呢，则长期受到以色列的侵略跟这个占据，也因此在黎巴嫩南部产生了这个真主党的抵抗势力。那真主党又跟伊朗政权大家相互呼应啊，那伊朗政权也不断的给真主党输送非常多的这个弹药跟这个武装还有财源。那所以这一次其实从战争开打以来，我们一直关注的以色列跟伊朗的对轰，但是媒体比较少关注到，在过去10多天里面，过去3周里面，根据黎巴嫩政府的说法，已经有超过1000人过世，然后呢，将近3000人受伤，还有100万的这个黎巴嫩的平民被迫离开家园，甚至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极右翼外长说，我这场战争就是要趁着天下大乱，我们要往北推进以色列的国界到这个利塔尼河啊，到就是撕毁过去原本这个国际公认的黎以之间的边界。那形势会怎么发展？可能随着伊朗有谈判的前景，但是目前黎巴嫩没有看到任何缓和的迹象。好，而德黑兰的情况呢，现在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竟然是天空降下了黑雨。来看这一段画面。好，这个呢是伊朗最大规模的殉爆机场啊，还有弹药库呢连环爆，导致德黑兰它竟然是天降黑雨。民众都说了，这个情况呢宛如是一个末日了，就是因为呢，这一次的行动，伊朗大量的飞弹库存还有无人机设施，德黑兰的这个炼油厂爆炸，所以出现了这个极其罕见的黑雨。好，那另外德黑兰呢也突然大停电，传出了爆炸，革命卫队呢就把这个报复清单呢写了出来。好，这个是革命卫队公布说伊朗潜在的攻击清单，除了海水淡化厂之外呢，还有阿联酋西部沙漠，还有沙烏地阿拉伯边境拥有4座反应炉的
巴拉卡核电厂，所以看到了没有？现在连核电厂啊都成为了攻击目标哦。而现在呢，川普是又塌口了吗？因为他怎么说？他说呢，他已经命令军方啊暂停对伊朗的发电厂还有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任何的军事打击，为期5天哦，就是他们的谈话内容嘛，说他对话到了，所以要来停止5天的军事行动了，想要全面解决中东敌对行动的可信性表示乐观，但是一说完话之后呢，马上啊又对伊朗的2个能源设施来进行攻击。这个呢是美以攻击了伊斯法罕市中心啊街上的这个天然气管理大楼，还有天然气压站呢都受到了攻击，部分的设施还有民宅呢都受到了损害。好，那才说呢要谈和，结果马上就攻击哦，这不就是伊朗不愿意跟你谈的原因吗？因为谈到一半就打了嘛。但是呢，他的目的是什么？还是能源吗？来看到啊。川普就说了，如果达成协议的话呢，他想要什么？他想要去接收伊朗的浓缩铀，而且要共管荷姆兹海峡。那他的重点当然就还是在能源了嘛。而且同时也有一方传出了说，川普为什么要延迟5天的攻击呢？因为他要增兵，然后部署在中东，就是要来夺取伊朗的石油命脉哈尔克岛。好，那现在五角大厦正考虑要从陆军第82空降师抽调一个大约3000人的作战旅去支援伊朗战争，可能就是要来夺取石油输出的中岛，就是枢纽这个哈尔克岛了。而且现在美国的议员呢，还怂恿川普说，你一定要去夺取哈尔克岛啊，还说啊，我们美国呢曾经就是拿下了这个硫磺岛，所以这一次呢也能行哦。哈尔克岛在波斯湾西北部，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最长6公里，宽约3公里，这个是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基地，我们一定可以拿下的，就是鼓励川普去做这样的情况。但是美国的国内好像不允许你这样子乱花钱去乱打军事基地，因为我们连自己的机场啊都出事了。来看到这个是纽约的拉瓜迪亚国际机场，它竟然在1天之内啊发生了2起的客机撞上地面车辆的事故。好，在第1起的事故中呢，是一架从加拿大起飞的客机降落的时候，跟跑道旁边的消防车发生了碰撞，飞机机头严重受损。之后啊，又有另外一架客机呢，也撞上了来应对第1起事故的消防车。哦，来看到这个画面，真的是飞机都已经这个机头都已经毁损非常的严重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就被发现啦，原来是因为美国呢，国会未能够通过国土安全法。安全部的一个部分拨款，所以呢，已经持续第5周了哦，导致啊，像是运输安全管理局啊，他们是隶属于国土安全部的。安检员呢得要无薪上班呢，因为他们没有预算了，导致这个缺勤率呢是暴增高达了25到30%，远超过正常的2%。目前还有超过300名员工都辞职了。那 NBC 的录音档呢也还原了空难发生的事情处理，说其实当下机场就只有1位的管制员呢，面对无力应对的突发事件，管制员很无奈说啊，我搞砸了，就只有1个管制员而已。然后川普现在还想要让国会拨款2000亿美元投入伊朗战争哦！你在国际上面玩这个停火骗局，一边打一边弹劾，但是你自己的国内竟然是连管制员都没有，那你还有这个打胜仗的几率吗？我们请教赖教授。川普上来这1年多，真的把国内外的局势搞得一团乱啊！他自己真的是胡作非为到极致啊！我觉得美国的人民应该要站出来，向这个总统说不了啊！应该不能够只是消极等待、观察、看待啊，应该要走上街头了，因为他真的是胡作非为啊，真的到极致，我觉得真的是不可忍受的一个地步。我们看到，他虽然宣布说这个48小时过了，我们不炸伊朗的最大的电厂，但是他并没有停止攻击。所以美国对于还有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没有停止，以色列对美国跟伊朗对美国跟以色列的攻击也没有停止，所以我们看到彼此的战损继续在增加。可是问题就在于好处在哪里？对伊朗的好处在哪里？没有。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的好处在哪里？没有。彼此之间都在增加对方的伤害，
然后对方也在增加你自己的伤害，就是不停的在这样子一种相互的伤害对方，但是彼此都不屈服，那就一直耗下去。英国的首相已经说了，要准备这是一场长期战争了啊，因为对这个代表他对于川普的不信任。川普说我马上要停战了啊，这已经说了3个多礼拜，可是没有人觉得这是一场要停战的。又说打到4月9号，可是大家啊这个相信的不多，怀疑的比较多啊，都说真的会4月9号吗？还是又继续打下去？已经大家都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啊。那换言之，也就只是觉得好像双方都没有办法达到他的目的。那伊朗的态度很简单，伊朗的态度就是要停战，很简单，可以赔偿，你造成我的损失赔过来。可是美国跟以色列怎么可能赔偿嘛？对，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可能赔偿，那就一直就纠缠下去，卷得没完没了。但是我们又看到美国的财政部部长干了一件人类间极蠢的事，为什么？因为国际油价已经涨得这么的高了，啊，前段时间涨到117块美元一桶，所以贝森特又说，对于俄国跟伊朗的油，30天啊，这个解除制裁可以自由买卖。那30天解除制裁可以自由买卖，那对于伊朗来讲，它现在油价就不是被压低的油价，而它可以用国际原油价，也就是现在100多块的钱来卖它的油。那它在海外在海上漂的船有1亿多桶，所以它等于是马上可以进账100多亿这个钱。那它的革命卫队荷包一下就满了，因为大部分的油田是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所以革命卫队的钱就荷包就满满的，而且他现在可以不断的开采油，赶快卖，因为他可以卖30天不被制裁的油。那这个战争如果一直打下去的话，现在30天，再来又30天，再来又30天，那等于是对伊朗完全没有制裁了。那对于伊朗来讲，他的荷包进账就非常的可观了。对于俄罗斯来讲，也是同样如此嘛。过去欧盟跟美国把俄国的油压在40块美元，所以俄国还说我们力拼今年能够突破58、59块美元一桶，结果很快的它就突破了100多块美元了，因为不制裁了，所以俄国的油也是大量的在卖，俄国卖，所以对俄国来说，如果它能够继续资助伊朗继续打下去，那这个它的解除制裁的情形下的话，它的油可以卖得不得了啊。所以他现在干脆连欧洲的油他就不卖了，气也不卖了，因为他赚的钱够多了。我想观众朋友，您有没有觉得这真的是一件人类间非常可笑的事？而美国纽约的发生的机场的事件，其实大家都知道原因，就是你川普一定要跟国会对抗，然后国会就砍你预算，而这个预算就通过不了的情形下，人力不足造成的灾难，这个早就可预见的，已经很多的观察家都说一定会造成灾难，果然现在灾难发生了。所以这种战争啊，导致美国国内其实自己也不太好过。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美伊战争有可能和谈结束吗？请教林玉芳委员。我觉得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大概就是说这个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好，然后呢以什么方式来结束？我跟你讲，真的是很难猜哦。这个战争呢，往往都比我们想象的要久很多。那第一次世界大战打这么多年，没有想到日本要侵略中国以前，他有想到这个战争要打8年吗？他觉得你这么小的中国就把你灭了吗？对不对？所以战争常常会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拖得更久。我讲老实话，我也没有想到这个伊朗这么能撑，而且看起来它的飞弹比西方世界所估计的要多，而且多很多。因为它自己消耗了那么多，光打一次就超过500枚。然后呢，它也很多地方被炸了。所以飞弹的基地，飞弹也被摧毁了不少。结果它还用不完的飞弹，这一点坦白讲，伊朗是相当成功，就欺敌成功。没有想到它有这么多的弹。我是认为最大的主要的要停战要看美国了。只有美国说我不打，这个战争才有可能结束了。也大概没有停火，但是呢，就慢慢沉寂下去，偶尔大概就是打几枚飞弹，应应景，大概就这样子。那
美国要怎么才会做停战的这样一个结束呢？我认为还是看国内的压力。你看，川普在玩这个股市这种玩法，你就知道他很介意。其实马上就要期中选举了，对于很多共和党的众议员跟参议员来讲，这个是生死交关的事情。435位众议员，然后1/3的参议员要改选，还有州长，这么多的州长要改选，所以这个其实川普会很大的压力。你现在这个战争不结束，油价一直往上飙的话，那你这些百姓的反弹的声音就会很大。那这些众议员、这些参议员、这些州长，甚至包括川普的金主们，大家都会给川普很大的压力。这个时候，你说美国犹太团体力量再怎么大，大概抗拒不了普遍性的美国人民的这样一个反感啊。所以最后就要看美国百姓什么时候真正的愤怒到没有办法忍受，因为这民调一定往下掉了。你看这个，你一边说5天不打仗啊，5天以后很可能就停火成功，就不用打仗了。可是你又去主动的跟以色列一起去攻打伊朗。在这个状况之下，人民不会相信你了，那这样的股市怎么可能好得起来呢？这个石油的价钱怎么可能会压得下去呢？天然气价格也一定会继续上来啊！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最可怜的那个人，其实应该是川普啦。纳坦雅夫，反正他这个战争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反正伊朗不打，他到时候又回去再打真主党，他总是打来打去，他的政治生命就是跟战争整个勾在一起了。他就是真的是战神啊，或是战争的瘟神啊。川普真的是一直四处在开战，一下是关税战啊，一下又是这个伊朗开战，真的是只能够祈祷美国的民众赶快站起来阻止他吧，因为川普只怕你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美国国内现在也大乱，川普都看不见吗？请教徐老师。是，其实现在的民调，美国越来越清晰了，大概对于这场战争的支持度大概就是4-6开，40%的人支持，但是将近60%的人反对。而且有意思的是，我们把40%拆开来看啊，其中只有7%的人赞同大规模的升级，派出大批的地面部队去跟伊朗政权决一死战啊，甚至是占领伊朗。那剩下的37%的人呢，就是在这个40赞成里面，37%的人就觉得说，我们可以派地面部队，只派特种部队，只派小股的力量，然后主要的功能呢，要么去斩首，或者是要么去把这个浓缩铀给取出来。但是浓缩铀现在应该都被封存在这个垮塌泰半的这些核设施当中。那过去我们看到，过去3周多以来，美军的打击也是不断在打这些核设施的坑道的入口，希望去阻止伊朗的人进去，然后把这些地底下的浓缩铀给转移。那既然伊朗的人进不去，那这一些美军的特种部队就算派进去，又怎么接近呢？或者是你在这个战力在投射到当地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被俘获，甚至是被这个射杀呢？这都可能是美军后续衍生的风险啊。那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防长海克瑟斯非常有意思的，他现在的民意的净支持度非常低，就说喜欢的人扣掉不喜欢的人，他的净支持度是-17%。